嗨，大家好。今天呢，又一次开车出行。现在我刚刚驶出祈福大道的这个门口啊，拐弯呢就进到了宏福路上啊。现在走的这条宏福路呢，它其实已经在原来的祈福新村的外面了啊。但是它的对面呢就是活力花园。我记得有一次因为香港网友的要求啊，还专门到祈福活力花园里面呢去专门兜了一圈，拍过里面的一些内景啊。这个活力花园里面呢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湖，所有的房子呢都围湖而建啊，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宜居的一个小区。我最近几天开车出来啊，又发现在这个宏福路上啊，又不知道什么公事啊，到处都在挖地。你看啊，这边都是用临时的栏杆围住的，阻碍交通啊，特别上下班的时候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不便。也可能这些小区呢，毕竟有些老了啊，或者呢，现在有很多的新的一些规划，所以呢，那些电线的管道啊、煤气的管道等等呢，都在重新的进行布局。这样呢，对于一个已经建成的小区来讲的话呢，经常会打扰到大家的出行啊，确实有些扰民。现在呢，我们又再一次进入到祈福隧道，这是我们每次出行必经之路啊，所以我们就快快的让它快进一下，节省大家观看的时间吧。出了隧道呢，就感觉今天天气不错啊，蓝天白云。最近一段时间呢，全国各地啊，尤其是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啊，又是热浪滚滚啊。虽然呢，季节已经是立秋了。昨天呢，还给上海的亲戚打电话啊，上海41度，武汉更可怕，据说44.5度的高温啊。所以呢，这段时间啊，各个地方电力紧张。我在广州呢，都有收到电力公司发来的短信啊，就提醒你应该已经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等级啊，电费超了吧，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节省用电。但是呢，面对这样的酷热天气啊，你叫大家不要用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我觉得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居民的用电吧，最起码让大家能够在半个月，我相信也就是半个多月，天气慢慢就会转凉了，帮助大家呢一起度过这个酷暑的天气啊。今天呢，我们就是希望走一段这个金山大道，因为有一回呢，我曾经去到了广汽啊，那边有个叫知联汽车小城，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一个房地产项目啊，但是呢，它是在化龙，靠着珠江的边上啊，风景不错，而且呢，前段时间呢，专门有关部门呢，把从莲花山到这个广汽，就这个智联汽车小镇这边的沿江的路呢，都已经修好了，算是一个非常好的骑行的一个绿道吧。因为就在江边啊，整个环境呢还是相当不错。那次去的时候呢，就突然发现啊，
就在江边那个地方呢，居然也叫金山大道啊，所以呢，一直怀着这样一个好奇，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就是开着车，专门呢想沿着这个金山大道啊走一段。那我看这个导航啊，大概是要走半个来小时吧。我们呢就从祈福新村那边出发，从祈福隧道出来以后呢，就上了金山大道，沿着这个金山大道呢一直往东走，往化龙那个方向走。因为这条路啊一直走到珠江的江边，从来也没有走过，所以呢一边走呢也一边看看周围的风景。那趁着现在在金山大道啊还要行驶20-30分钟，所以呢也正好趁着这个没事干啊，就跟大家闲聊几句这个金山大道。我搬到祈福呢好多年了啊，10多年都不止了。这条金山大道呢从来没有歇停过啊，就一直是处于一种建设的状态。刚开始的时候呢，金山大道就是为了建现在就在左手边的这个广明高速啊。当时呢，这个很多年啊，一直是处于一个工地的状态。终于呢，到了广明高速建成通车以后呢，又开始在建这个和广明高速并行的，现在我行驶这条辅道。其实呢，我相信这也是一条国道吧。最开始的时候呢，修建了2车道啊，完全修通以后，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又开始在扩建成3车道。那么到了今天呢，看来这个3车道的扩建工程也基本完成。整体上感觉呢，当然要比以前要通畅很多。所以这个金山大道呢，靠近我们祈福新村的这一段呢，折腾了10来年啊，总算是歇停了。但是呢，工程并没有完全结束，因为我们左手边这条高速公路啊，它跟前方的有一条南沙港快速这条高速公路呢是没有互通的。在2条高速公路都建成了很多年以后啊，现在又开始要把这2条高速公路呢，通过一个环形的立交工程，要把它连成一片。那高速公路的互通呢，天经地义啊，就没有听说过高速公路断头的。要收了费啊，出了这个收费站以后，再转上另外一条高速公路。所以呢，我们严重质疑啊，他当年他这个到底是怎么来设计这段高速公路的连接处的？那当然有它的一些原因吧。那现在的话呢，他又开始啊，要把这2个高速公路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环形的公式呢，把它连接起来。所以就像我们现在行车到这个地方呢，本来应该是3道的啊，现在又变成了2道，有些地方呢有了长梗阻。那么前方呢就可以看到啊，这些工事应该是没有完成。估计啊，它这个设计呢，就是让高速公路呢直接连通。像我们现在走的这条普通的公路呢，它是通过一个环形的拐弯啊，走到它的这个高速公路的下面，然后呢再往前走。但现在呢，因为没有通，所以呢正好就在这个地方呢形成一个瓶颈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经常会有堵塞，所以呢我在视频制作的时候就把这边呢做一个快进的安排，能够尽快的让它通过。走过了这一段正在修建环形这个立交的地方呢，
相信前方就会比较通畅了。所以呢，我们就放松心情，随着车前的镜头呢，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呢也听听音乐。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高速公路的指示牌，它是去珠海、深圳那个方向的啊。其实呢，就是这边啊，如果走广明高速的话呢，它就可以直接拐到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向北去黄埔大桥，那么连接东二环；往南呢，它就可以连接京珠高速啊，去到南沙，去到珠海啊、深圳那个方向。我呢，继续沿着广明高速啊边上的这条路向前继续行驶。这边呢，应该已经早就到了化龙这个地方了。化龙呢是广州番禺啊，应该最西北角的这一大片的地方。那化龙镇呢，其实地方很大啊。它除了有大学城的小古围岛啊，在岛的南面呢，现在也有一些区域啊，变成了一些大学的分校。像我们知道的华南理工大学有个国际校区就在那里，还有暨南大学的分校，另外呢，还有一个广州医科大学的校区啊。所以呢，化龙这边呢，都是跟这些大学校区有关啊。同时呢，化龙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汽车城，它就是广汽的本部。那我们今天呢，这个
金山大道的尽头啊，其实就是广汽的汽车城了。走到这边呢，其实我是特地到这边来拐个弯，现在从广明高速的下面呢穿过，我要去看一看以前来过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叫茂德宫草堂啊，它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农庄吧，占地还是蛮大啊。以前有来过很多次，特别呢可以带着小孩来摘一些像龙眼啊、荔枝啊，就它里边呢就有很多这样的果树啊。另外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农家乐啊，但是呢，它整体的一个规划布置啊，有点像一个小小的园林，而且呢，非常的有一种现代隐居的那种感觉啊。以前呢，也是因为跟这里的老板比较熟，因为呢就是曾经的病人嘛，所以呢，他也经常邀请我们到这边来就餐啊，特别呢邀请我们一些家庭带着孩子呢到这边来农家乐。但是呢，这个已经是好久没有来过了啊，最起码有个5、6年、7、8年了吧。所以今天我们拐个弯过来看看这边的茂德宫草堂啊，如今是一番什么样的光景。刚刚呢，在这个附近啊，寻寻觅觅了一番啊，居然没有找到它的入口。后来我们停了车以后呢，在周围打听了一下啊，才发现这里早已荒废了。入口的地方呢，已经被一个栏杆拦着，里边本来通往里边的那个小道啊，都已经杂草丛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大概早已经歇业啊，这么一个状态了。而边上呢，可以看到有一些巨大的工程啊，那我们不清楚，这是因为这边因为有些工程要开展，被征用了土地，还是说因为经营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呢就停止了营业呢？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原本呢只知道这一个是一个像世外小桃源一样的农庄呢，还是非常值得到这边来坐一坐、逛一逛啊，吃个农家菜。茂德宫的老板呢，他是雷州半岛那边的人士啊，据说呢也是做酱菜生意啊，大概是跟这些有关的发家的一位老板。那么他呢，就是有一些文化的创意啊，所以呢，在化龙这块地方圈了一块地，做了这么一个小园林。其实里面呢，我们以前去过很多次啊，还是非常有特色啊。因为跟普通的一些农庄不一样，它不仅仅是提供一些农家菜啊，而且它还是很有文化气息啊。比方说，请了一些书画家在这边做一些创作的基地啊。
然后呢，把里面的整体的布置啊，就让人家联想到以前的杜甫草堂啊，就联想到以前那种中国的文人呢，喜欢的那种寄情园林啊，隐居山林的这样的一种意境。所以呢，当时我觉得还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地方。非常可惜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呢，现在已经没有再继续营业下去了。这个呢，也算是今天我们自驾游的一个小插曲啊。经过了刚刚一个小插曲的地方茂德宫草堂，金山大道来到了它最东面的这个路段啊，这边呢就显得更加的豁然开朗啊，整个马路呢变宽了，绿化呢也耳目一新啊，就感觉这个地方呢就要接近一座新的城区的那种感觉啊。其实呢，这边呢就应该已经到了广汽集团的地盘了。广汽集团呢，其实是国有控股的一个股份制企业啊，应该也是一个上市公司。那广汽集团呢，现在也有它自主的品牌。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它跟很多世界知名的这些汽车企业啊，都有合作合资来生产汽车啊。现在呢，应该是各种款式的汽车都有生产。所以到了这边呢，就是一座汽车城了。就在我的左手边呢，我看到有一块很大的石头上刻着3个字汽车城。那到这边呢，应该就进了广汽汽车城的地盘了。当年的广汽集团呢，主要还是通过跟世界的一些知名的汽车品牌合作合资建厂，在这边呢就生产汽车。当时呢就有很多从这些外资企业派来的高管当然也包括一些技术人员，其中呢有一部分是我的病人。在他们来诊的时候呢，经常也跟他们聊起他们在中国的发展。那么多年过去以后当年的这些合资企业慢慢的就蜕变成一个由我们这边来主导的巨大的汽车集团了。所以呢，我们也为我们国家的汽车工业快速的发展感到非常的骄傲。同时呢，我们也不能够忘记当年这些外资企业跟我们合作过程当中，他们所做出的一些贡献还有很多的他们派来的这些员工呢，曾经在这边和我们中方的这些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共同努力，才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
很快呢，我们已经来到了金山大道最东面的尽头了。这附近呢有不少的广汽的一些基地或者他们的一些研发机构的大楼。我看到这个牌子上都有广汽中路这样的字样。再往前呢，就已经到了珠江的边上。我们在这边呢，就稍稍右拐一下。现在看到的右手边的这个玻璃幕墙的建筑物应该是广汽研究院，相信的是它的一个研发的基地这边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现代化的一片工业区，跟以往的那种老旧的工业区完全不同的是呢，这边的自然环境非常好。确实呢，我们的左手边就是江边了。前方可以看到很多高楼地方呢，就是今天我们等一会儿要到那边去的智联汽车小城。我们可以看到在右手边呢，有很多的应该算是一个露天的仓库吧，停着很多新车就是生产出来的汽车呢，好像都有不少是存放在这个路面的仓库，连绵不绝的样子非常的壮观。好了，我们今天从祈福新村沿着金山大道一路自驾到珠江边，金山大道的尽头，也是广汽汽车城的旅程呢，就到此结束。我会在下一期呢跟大家展示我在广汽汽车城的知联小镇沿江骑行的视频，敬请大家期待。谢谢大家的观赏，再见，拜拜。